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自从我跟大家分享了水培以及半水培兰花的要点与经验分享的那2个视频之后呢，我收到很多兰友的私讯，希望我也能够分享一下我对水质上的看法还有经验。所以我今天呢，要利用这个影片、这个视频跟大家讨论一下水在水培、水耕兰花这种养兰的方式的重要性，以及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中文视频，而你对水培或是半水培的这种兰花的种植方式有兴趣的话呢，在影片的下方将会有2个连结，方便你在看完这个视频之后能前往观赏。当然，我也非常希望你能够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适合水培与半水培兰花的水呢，如同之前介绍过的是软水。软水还有较低的碳酸钙和碳酸镁。我建议大家呢购买一支 TDS meter 它看起来大概就是像这样的东西。TDS 叫做它的全名就是 Total Dissolved Solid。那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就是一个侦测你水质里面到底有多少碳酸钙、碳酸镁以及其他矿物质成分的一个工具。我建议大家买一支来测量你水中分解的矿物质、重金属等等的高低。那根据我在网络上的一个调查呢，一般来说低于150 ppm 的水称为是软水。那150到250之间呢，这个水差不多就是稍硬了。那250到320为中硬，320以上就为硬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一打开，你看到它出现3个0然后 ppm 的部分呢，就是它叫做 parts per million， 这就是它的单位。那你看这个水呢，是我家里面水龙头就是自来水，水龙头打开取出来的水。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pH 值。今天呢水质比较好一点，所以大概就是在128、129，所以呢它还是介于在软水的部分就是低于150都算是软水。那有时候呢，我在家里面的水有时候是140，有时候接近150，但是基本上都在150之下，所以呢，我这个部分是软水。但我是额外有用过滤器把这个 ppm 就是 parts per million 降，就是刚刚说的那3位数呢降到10，甚至接近0。有些人可能因为刚开始接触兰花，所以不想要花额外的钱去买这些工具。比较方便的辨别方式就是，比如说雨水、下雪、雪融掉之后的水、逆渗透的水、蒸馏水都是属于软水。那当然啦，如果你家里有院子或是阳台，可以让你摆放接雨水的桶子或者是水缸，那我要先恭喜你，朋友，你有现成的软水可以使用。但真正呢，想要认识养兰花的朋友呢，我会建议你买一个那个 TDS 的测量器，因为你的施肥，你在施肥的时候呢，你加进去的肥料，不管是液态的肥料或是粉状的肥料，都会增加软水里面 TDS 的数字。那很多我认识的兰友，他们都尽量把加了肥料的 TDS 控制在100以内。肥料浓度太高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根的灼伤，这个我们之前也讨论过。所以呢，虽然你已经是用软水了，在水培与半水培兰花上面，我建议浓度不要高于原本建议浓度的1/4。如果你每周都想要施肥的话呢，我会建议把浓度降到1/8，以避免水培或是半水培兰花的根部灼伤的问题。兰花的施肥不是浓度越高越好这是第一颗兰花它的根系，我就转一圈让大家看一下。
这些兰花呢，在大概1周半前，大概1周吧，还不到1周半，就有浇水了。然后你可能有看到刚刚这边有一个小钩子，这个是我呢，为了让它感觉它有稳固的感觉而把它做固定的。你看它这边有一个钩子，从它兰花底部最底部的地方拖住，然后再挂到杯缘，这样子它就不会一直到就是沉下去到杯底，这样子你会有比较多的地方能够让根向下生长，那你的水位也能够拉高。所以这样子一旦根到长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像说是这样子，又有水，你其实就不用常常的一直加水或是一直换水。当然如果你的水质本身起了变化，或是变浓浊混浊啊，可能是因为根烂掉或怎么样的话，或是长了青苔，你都必须要换水的。然后你看一下这边这条已经入水的根呢，它有一段时间停止生长，现在又重新试着要再长出它的新的根出来。那这颗兰花呢也是一样长得非常的好，已经有这3个根已经长到水里面去了那本身的水位应该在这边，它现在已经到这边了，1个礼拜以前浇的水。这一颗呢是最近不是最近入水的，也已经有根大概1个多月了吧，已经有2个根长到水里面去了，这也是1个礼拜之前浇的水，所以水位应该就是从这边降到这边了。大家看，从上面往下看，根系长得相当的不错，一样我也是这个兰花，我也是有用钩子把它架高，而且呢，它的花梗这边也长了一个高芽，转过来让你们看清楚一点，也长了一个高芽当然这个高芽的处理呢，以后我会再跟大家细谈，但基本上如果它的根还没有长超过3条根，然后根没有超过至少5公分的话呢，我都不建议你把它取下来。那这个兰花我没有架高的原因，是因为它自己本身的根系一直长，那它的叶子比较硬，所以它撑住了。再来是它根系很快就往下长，所以它现在这下面这2条根其实也支持住它自己本身的重量了，所以我就没有再额外用钩子把它勾住。那以上呢是我对于水培兰花或是半水培兰花水质上的一个要点的分享。另外一个水质的面向是关于水质它本身的酸碱度的条件，我将在近期也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就是兰花水培兰花或是半水培兰花这个水本身的 pH 酸碱值的成功要点。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请帮我在视频下面点个赞，也希望你能够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子当我上传新的视频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收到通知。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任何的指教，也欢迎你在这个视频的下方留言，我们可以进行交流。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为止，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